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大多数人跟钱的关系，无非就是工作挣钱花钱，然后接着再工作再挣钱，就像一个永远循环的圈。我们总觉得只要找到一份高薪工作，再拼命多干几年，就能攒够钱安享晚年了。可现实呢？身边不少朋友为了那点养老金，忙碌到60岁还不敢停下来，生怕一停就没了着落。反倒是那些看起来没那么依赖固定工作的人，却早早的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7个关于钱的真相，这些都是过来人摸爬滚打，甚至交了不少学费才领悟到的金玉良言，是他们希望自己年轻时就能知道的秘密。希望这些能帮你在追求财富自由的路上少走点弯路，活得更通透。第一个真相，巧用贷款杠杆把好机会变成大机遇。还记得我刚毕业那会儿，身边朋友开始办信用卡，我心里可不赞同。当时觉得有工资够花，干嘛还去背债？万一过了还款多麻烦。可后来当我开始接触财商知识，才发现自己那时候的想法真是太幼稚了。就拿买房来说吧，现在买房和贷款几乎是绑定在一起的，不光普通人，就连很多有钱人也爱贷款买房。一个人跟我以前一样纳闷，他们明明可以全款，为什么还要贷款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假设你手上有$100万想买房，你可以选择全款买下，但如果聪明的运用贷款，你可以只拿出$20万做首付，剩下$80万去贷款，这样你手里就多出了$80万的活钱，可以投到其他地方，比如股市。你想如果房贷年利率是3%，而你的股票投资能带来7%的年收益，那一年下来，这$80万就能让你比全款买房多赚$32,000。这笔数是不是一下子就清晰了？很多成功的房产投资者都会用各种巧妙的方式去运用贷款，比如说拿第一套房子去做抵押，轻松拿下第二套；普通人吭哧吭哧攒首付，有钱人早就靠着贷款手里握了好几套房产，靠租金收钱收到手软。第二个真相，学会利用税收政策，省下来的都是赚到的。咱们打工人总想着涨工资来增加收入，可工资一涨，个人所得税也跟着涨。很多国家高收入人群的税率能达到40%左右。但如果你懂一点税收政策，就能合法的把辛苦赚来的钱多留在自己口袋里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有$30万的房贷，年利率是3%，那一年就是$9000的利息。如果你把这房子租出去，一年收租3万美元，这$9000的贷款利息是可以在计算租金收入时抵扣掉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原本要为3万美元的租金交税，现在扣除利息后，只需要为21000美元的部分交税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有钱人宁愿贷款也不全款买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还有折旧这个概念，我们买的任何东西，时间久了都会有折旧，公司就经常利用折旧来减少应税收入。你翻看任何公司的财报，都会看到折旧这一项，所以多了解当地的税收政策，你就能发现很多合法的省钱门道。第三个真相，钱越多，机会就越多。常说万事开头难，挣钱也是如此。赚到人生第一个10万块钱，那真是挖空心思费尽周折。但一旦你有了这第一桶金，后面的路就越走越顺了。你会发现，赚到第一个100万，甚至会比赚到第一个10万还要容易。这是因为你手里的钱越多，能抓住的机会也就越多。省吃俭用好几年，可能才勉强凑够第一套房的首付，但只要有了这第一套房，想获得第二套就变得容易多了。所以别怕开始时的艰难，只要心态积极的熬过赚取第一桶金的阶段，你会发现实现财务自由的目标离你越来越近了。第四个真相，一个机会，也许就足以改变你的人生。还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吗？那时候全球房价大跳水，美国和英国的房价都跌破了历史记录。就在那样的惊涛骇浪中，手里有现金的人才能真正抓住机会，他们能在房价最低点抄底买房，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坐享房价回暖带来的巨大红利。所以你看，无论多大的经济震荡，当所有人都面临损失的时候，谁手头有足够的现金，谁就能抢占先机，抓住那些突如其来的大机遇。而要拥有这份本钱没有捷径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，早早开始积累，这样当黑天鹅事件出现时，你才能不受影响，甚至还能顺势翻盘。第五个真相，你的财务计划真的没必要跟任何人解释。我们这一代人特别喜欢分享，看看社交媒体就知道大家有多活跃了。但你的财务计划，这是真的挺私密的，最好不要逢人就说，因为当你把自己的财务规划告诉别人时，听到的不一定是鼓励和支持，很多人可能会泼冷水，说这行不通，那会打击你的积极性。要知道，很多时候拼的就是一股信念，是对自己的那份信心，它能让我们在遇到难关时咬紧牙关挺过去。就像武侠小说里说的，全靠一口真气吊着。说实在的，没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情况，所以只有你自己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。既然已经决定了方向，那就默默努力，别张扬。总有一天，你的成功会替你说明一切。第六个真相，最省力法则，对金钱也一样管用。我们常说的最省力法则，或者叫28定律，就是指在做任何事情时，
只要找到那关键的20%，就能获得80%的效果。这个法则在积累财富上也是适用的。赚钱的方法五花八门，总有那么一两种是特别适合你的，而有些方式则压根不适合。所以，一旦你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、能让你事半功倍的盈利思路，它就是那个让你付出20%的力气，却能帮你获得80%财富的秘密武器。如果你漫无目的的今天试试这个，明天换个那个，觉得不赚钱就跳来跳去，那你就可能付出80%的精力，却只能得到20%的回报。第7个真相，钱终究不是万能的。当一个人过着月光族生活时，很容易羡慕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人，会想当然的觉得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缺钱，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到的事。确实，钱能买到很多东西，能让我们的生活轻松一些，选择也多一些。因此，很多年轻人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扑在赚钱上，却忽略了身边最重要的朋友和家人。有些人甚至觉得，等我有钱了，所有人都会围着我转，到时候还愁没朋友吗？可真到了那一天，围在你身边的人，真的能称得上是朋友吗？真正的朋友和家人，才能在咱们压力山大的社会中，给你带来心灵的平静。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他们会倾听你的烦恼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其实，努力赚钱和维护亲情友情一点都不矛盾。只要你在赚钱之余，也分一点时间给家人和朋友，他们就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坚定地站在你身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7个关于钱的真相。你觉得还有哪些关于钱的道理是大家应该尽早知道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